我想问沈月，你演了几年戏了？今年是第6年。那范世琦呢？8年。8年戏了。沈月，你有看这类型的节目吗？有。我好奇怪，为什么有时候出来就自己演得不好，就一定要有眼泪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？您是说我就是结束之后？对，感觉自己演得不好，为什么要那个眼眶里面都有泪？老师，我想解释一下，我可能是接刚刚演完这一场的情绪，然后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觉得哎呀演得不太好什么？哦，不是，因为我看得很烦的，每一次都是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为什么呢？参加这种节目是一个抗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。是。我以导演的角度说啊，我大概评估一下，在整个戏里面你们演的时候，大概30%到35%之间，我见不到你们的表情。但你们已经有这个戏龄，你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机器在哪里呢？你们全一抱的时候，我都看不到那个脸。你是内心在逃避前面的机器，还是怎么样？搂在一起的时候，头发，你那个技巧不会知道这个头发盖着自己不拨一拨吗？那个光，你要看到对手的嘛，演戏，你的影子都在对方的脸上，你们不知道的吗？可能就是压力啊！我就提醒你们，还有很多东西你们需要学。说好处吧啊！沈月，你昨天你就说自己是甜妹是吧？对。在外形你其实要有点信心，因为你刚出来的时候我忘了是谁，所以你是一个变另外一个造型，但是你的戏还是不够放啊。范世琦，你是很醒目的一个人，你是有一股那个劲儿，但也是只此而已。除了刚刚我所说的2位的一些优点，在这个表演上我是不太 OK。谢尔导，我没什么好说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演砸了。我看剧本很好看的，应该是，但是我就觉得，哎呀，那也不怪你们2个同学，因为这种戏真的很有深度，很有层次，本身人有沉淀在里头，才会分析怎么去演。以你们现在的程度是不可能演出来的，真的要学我们的戏后。没有了。其实我想说这个范世琦，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看人的眼神，那么多演员合作过，我看你眼神，我感觉到你的傲气，但他有时候他不是傲气，我在你眼睛里面看到骄。以前我的师傅那个楚原导演劝过我，他说你要演叶剑侠，你要是傲气，我不要骄，骄跟傲是有差别的。可能跟你在后面合作，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，我到时候再做一个判断。所以我现在摆明的告诉你，我希望打击你一下。好，谢尔导。其实我真不会觉得很差。昨天我看到沈月的反应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很大的担忧。只要你真的把自己胆量练好一点，脸皮厚一点，演员不能脸皮薄，脸皮薄啥事情都做不好。你其实外形很好的，你可以变很多型。今天我只见到你的鼻子，哇！我一直在旁边看，我都很紧张。我不赞成在这种戏里面把头发撩，这是太做作了。如果你今天在洗手间的戏稍微给我看到你的样子，我觉得你会更好。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做所有的事情，像看看现场，你早5分钟到现场左看右看，你就会拿到很多的灵感，就不会躲在那个浴缸底下把自己收起来，只有一个男的在演。你们还没到那个实力去演这一场戏，
可是也不能说你们完全不行，我看到是用心的。谢谢红姐。谢谢老师。我在看这段戏的时候，让我想起了很多回忆。记得那天我们拍这场戏也非常紧张，因为它的层次有很多，然后也有动作的部分，其实是很难的。所以我觉得沈月你的表现其实是 OK 的，但是我觉得没有放开出来演。你看到鲍希快要死了，可能不知道他什么情况的时候，你没有非常紧张。其实我当时演的时候，手都在抖的，整个人都在抖，因为我怕他会死，我晚1秒钟我都怕他会没命了，这样是非常非常紧张，去扎针啊什么的，所以可能要彩排多一些才会好一点。对，我感觉脑子里的杂念就会比较多，很担心呈现不到想要的效果，然后越担心就越做不好。没事没事，这都是经验来的，我觉得。对。然后范世琦，我就觉得其实你的外形是很包系的，我一看到你我就想起他。整体上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尤其是后面的部分，你让我觉得很紧张，然后我怕你真的出事了会。但是欢喜哥教你拿枪要杀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淡定了一点点。虽然你是警察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杀过人吧？你不知道他在试你的时候，你要拿那个枪要指着他，可能你的那个矛盾啊，那种复杂的情绪可能多一点，就让我们就会紧张一点，投入一点。但是很好，很好。谢谢老师。今天施曼姐在现场，其实我也想有没有机会，就是说施曼姐能够重现一下当时那个小丁追了一条街表白鲍 C 哥的那个场景。好啊。我没说话烦你呀。你能不能不要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啊？走啊！不能，我怕你出事啊。我出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做事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看到你没事，我就不跟了。我说了，我不会出事的。你知道你很烦啊。是啊，我很烦。但刚才在车上，我拉住你的手的时候，我不是想我3个妈妈，我在想你呀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吗？我真有很多话没跟你说。我爱你。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刚才的很好啊，那个片段，其实你们应该转这样的一个片段，就能获得更好的一个效果给观众。是不是因为欢喜哥坚持他有演出的部分呢？开玩笑，刚才你真的，你看回放你的眼神没有表情，就是很好。谢谢振宇哥。